上，水果稻花香。8000里路云和月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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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8000里路发出冠平安祝，小小雨歇，8000里路开望眼，8000仰天长啸，8000里路壮怀激烈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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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壮怀激这怎么还没电了？您不知道，这些时日，苏界正在修电，普通人家总会断断续续的停电，有时街上的路灯啊、霓虹灯，能突然熄掉一大半，也就是在田府，还能日日灯火通明。大上海也快成黑暗世界了。李娇，你想过去重庆吗？同您一起吗？我在想，我去哪儿呢？去香港做义工，实在太无聊了。欧洲也开始打仗了，要不就去瑞士吧，做一个天涯孤客。谁知道呢？你有没有想过，堂吉诃德在挑战风车的时候，他知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？形容他那句话怎么说的？头脑正常的堂吉诃德用处不大，风头风脑的他趣味无穷。说句不厚道的话，我倒希望堂吉诃德一辈子疯下去。先生，咱家的供电针线坏了，维修人员马上到，我去盯着。嗯。万福最后一批货运完，你们一家子就离开，应该在中秋节之前吧？去哪儿？你们也商量一下。我们会陪您到最后，不会先走的。处平庸实在之地，行勇壮虚幻之事。你以为你是唐风们吗？我那个火柴厂很赚钱，
一要出手，马上好多人抢，卖了一个很好的价钱。除了要给奥兰多的钱之外，还能剩下一大笔，你不用操心我。先生，我走了。校长，校长，总部急电。先生，日本人忽然冲进了咱们的机械厂，还剩多少机器？最后一箱昨天晚上已经运进租界了，最后一箱，最后一箱全都空了。全都空了。老夫，好样！先生，日本人肯定不会放过咱们，咱们得想办法走啊。去哪儿？喂，我是。哦，知道了。黄子明，是你说那个黄瞎子吗？对，我们一收到机械厂的情报，第一时间就做出了这安排。今天，现在就要撤吗？对，立刻。田先生，您现在坐车到南京路的华贸饭店，到了饭店，有人会在后门接上你，从那儿去16铺码头。具体的细节路上再说。小子，你们有多少人？除了我，还有别的几位帮手。但田先生现在不要惊动任何人，我们先走。黄先生，我走了，万福他们怎么办？我们先送走您。我代表军统上海站向您保证田家所有人的安全。现在，哎，那我那些相机能都带走吗？先生，工藤带着古川来了，还跟着好多日本便衣，咱们家的前门和后门都给围起来了。
丰臣秀吉有句名言：“杜鹃若不叫，便要使它叫。”杜鹃我知道，丰臣秀吉是什么鸟？哎，この野郎！哎，何言ってんの？这个人很不懂礼貌，能让他先出去吗？天上，他是军人，不懂社交礼仪。我们还是回到正题吧。你辜负了我，欺骗了我，你还欺骗了大日本皇军，你让我极度为难。这也是我能给你争取到的最好的情况。要不是我苦口相劝，他们会以抗日分子和破坏上海经济的名义，直接把你抓进宪兵队。我在法租界也算是有头有脸的人了，就那么容易随随便便的抓我进去吗？ばっかり言うな。それをどうした？我々にとってはみんな同じだ。简先生，你把泰来机械厂全部分拆运走，不仅背信弃义，更是严重的犯罪行为。我们还有确凿证据，能证明你在半年前掩护了1名共党抗日分子。军方已决定接管所有华界的电视企业，你必须改过自新，这是你的最后机会了，仙子。红灯，我是你同学，你了解我，这样穿着军装，挂着军刀来胁迫我很难接受的。我知道你的个性，你都有不满才戏弄我，但是绝不是存心破坏这种乡邻友好和经济提携，对吧？现在你已经保护过我，不能再开玩笑了。顾川先生，继续看我的面子，你确实认为你是经济人才，所以他才劝阻了军部那些激进分子，他们暂时不会对你做什么，所以你一定要把握机会，拿出你的诚意，积极加入我们了，把你自己的资金、资产都投入进来吧。你相信我，统计经济只有它的迷人之处，我们会一起把华中轻工业会社做大做强。这些不愉快很快就会过去，我们一定要放眼未来，没有别的可能了。统治经济自有它的迷人之处，你未免把振兴会社和统治经济说得太好了吧？据我所知，日本财团已经不愿意再投钱了，就是因为他们嫌军方干预的太多，嫌战争总是打不完。那我会愿意往里投钱吗？今天如果我担任了这个职务，在中国人看来，不仅仅是落水，我还要继续往里投钱。我已经亏了很多了，我的家产都变卖的差不多了。我之前之所以那么做，就是不想让我的家财全空。你到底想说什么？我想说，我只想做个生意人，让我转到香港去欧洲，放我一条生路。不行，绝不可能，田家泰，你的所作所为已经不是一个简单的生意人了。如果你不坚持，我们会把你投入监狱，你的生死我们无法保障。好，给我1天考虑时间。绝不可以。红灯，我们俩是同学，我是中国人，我要做这些，也需要时间来缓冲一下。另外，今天是中秋节，我查过黄历，除了赏月、吃月饼，诸事不宜，能否通融一下？
中国人にとって中秋の名月のこの日はとても大事なものです。時間をやってくれませんか？我给你1个小时考虑，我们在外面等你。如果今天拿不到你的金子，我们不会制作外面的宪兵队。我保证1只鸟飞进不来，飞出不去。阿姐，1个小时后见和现在就见有什么区别的？人の家だぞ。少しは気をつけろ。はい。哎，在别人家打坏东西，最起码应该说声抱歉吧？抱歉呀，田先生，条狗君太不小心了。谁碰的，应该谁道歉吧？古川君、この人たちに謝るわけにはないでしょう。この野郎！你忘了自己是谁了吧？我知道你很骄傲，所以一直让你上分，不是因为喜欢你，是因为世俗你让你办事，成本比较低，可你要识时务。这到底是谁的家？到底是谁的土地？你睁开眼睛仔细看看，不要被骄傲弄晕了头。你不觉得一个猎物跟猎人聊尊严是很可笑的事吗？现在重要的是服从。嘿。田先生，发品钱回头监事会是会赔给你。中秋快乐！小叶姑娘，来，你们小队的。好，谢谢。还有月饼吃呢。来，咱们医疗队的。好。来，你们小队的。好。吃月饼。又到中秋了，大家都有吗？都有。谢谢。发什么愣呢？想起淞沪战场上那个中秋节了，还记得之前我跟你说过吗？有人用菱角做月饼馅，那是我的勤务兵，叫孔二包。这小子不会打绑腿，那天晚上我帮他打的绑腿。之后，我们拿着月饼都站好里边，跟战士们一起看着月亮，每个人唱着自己家乡的小调，最后我们一起唱《满江红》，一起。现在他们都不在了。那天晚上跟今天很像，也是大战之前，很平静，也很不平静。但唯一的区别就是，今天晚上没有月亮。今天后半夜8成要下雨，中秋雨霖铃，39冻死狗。老一辈人说，中秋下雨，来年8成要春旱。这兵灾不够，还有天灾。老天真是不想让人活了。我觉得下雨挺好，下得越大越好。为什么？
风雨是另一种黑夜，它能把敌人变成瞎子，变成聋子。而我们呢，对于地形的了解，就像是我们对于自家后院一样熟悉，这是很大的心理优势。麻雀战和运动战，其实打的也是心理战。虽然我们人少，但是风雨会给我们造势，会让鬼子陷入到未知的恐惧当中。张团长，挺进纵队的信号响了，告诉大家准备一下，出发。是。哎，你教我的游击战窍诀是什么？打得赢就打，打不赢就跑。那你记住了，打得赢就打，打不赢就跑，跑回来。爹，别看了，这云厚的，估计这月亮是出不来了，说不定还会下雨呢。昏雨成风，分花宫，路也难通，心也难通。满堂唯有烛花红，悲且从容，歌且从容。夫人。回来了。哎，万福啊，哎，田先生呢？他不是过来跟我们一起过中秋吗？啊，田先生在主楼见客人呢。哦。黄匣子来了，本来是今天晚上要接田先生去重庆的，结果日本人来了一大波，现在把田府上上下下都给围了，黄匣子他们也给困在楼里。不是先生，您怎么过来了？我跟太爷约好了，一起过中秋嘛，得来呀。他是个人吗？哟，田先生，快来，快来，快来，上座，上座。备了一壶老酒，几个小菜，咱们一块儿过中秋。一会儿一起赏月。好，可惜啊，我看今天这个云总是散不去，怕是今晚的月亮出不来了。那咱们打个赌，今晚的月亮一定会出来。好，谢谢您。来，太爷，来。田先生啊，最近听没听到江南抗日义勇军的新消息啊？还真没顾得上。哦，上次啊，他们炸毁了许树关的铁轨。哦，这一次啊，又在虹桥烧毁了4架日军飞机，有勇有谋，国魂所在啊！在敌人控制的核心区域也能有效的出击。老朽越来越觉得我们必胜绝不是一句空话。愿闻其详。啊，现在呀，日本鬼子啊，攻也攻不上去，守又守得艰难，泥足深陷。只要我们中华男女老幼团结一心，咬牙苦熬，熬它5年、8年、10年，最后的胜利一定是我们的。苦熬5年、8年、10年。太爷，我已经熬了3年了，您觉得我还能熬得住吗？熬得住啊，守得云开见月明啊。
可是熬，也得有熬的本钱呀。怎么没有本钱呢？人活着就是本钱。好，这话说得好，活着就是本钱。太爷，每次到您这儿来，都获益匪浅。今天呢，咱们也算一起过了中秋了。我那边还有事儿，我恐怕等不到月亮出来就得回去。来，喝了这杯酒，我就告辞。哎呀，这来，来，嗯。好。田先生，这月饼还没有吃呢。哦，对，要吃月饼，要吃月饼啊。告辞了，太爷。今天我们去送送田先生。田先生，先生，怎么办？重庆去不了了。那你有什么打算吗？什么打算？不很简单。今天来之前，想告诉你一件事：今天晚上收拾好东西，尽快离开天府，不要那么不相信。趋利避害是人的本能。天师若大家业，家兄拼尽一生心血创立的，不能因为我全搭进去。我之前觉得我跟那些落水的人、投亡的人不一样，但是我高估了自己，只不过是50步笑100步。赶紧收拾东西，不要惊动太爷，尽快的离开汉奸的家。田先生，中秋吉祥啊！中秋吉祥。田三，是剪好了吗？还没有。我想，这么重要的仪式，最好要当着你们面签，万无一失嘛。是，这样。这样。哎，我突然想起一件事儿。什么事儿？他没跟我道歉。为什么是道歉啊？他刚刚打坏了我的君子兰，他没有道歉。不是已经道过歉，答应给你赔钱的吗？啊，不，是他碰坏的，应该他道歉。你是要照顾先生给你道歉？啊不，我现在不想让他道歉。我能打他吗？打？只是为了君子兰，有这个必要吗？有这个必要。你一定见的吗？一定。我养了好几年的君子兰，他给我碰坏了，还不道歉，我实在气不过。我要打他，我要抽他耳光。你要不让我打他，那这个字我就不签。田先生，你要像小孩一样
就想出这口气吗？对。我々は今日任務を終わらせる。角谷、訓令だ。頼んだ。はい。你站过来。大队。大队，しっかり立て。阿姐，しっかり立て。しっかり立て。立て。しっかり立て。しっかり立て。阿姐，我やめろ，やめろ，やめろ！陈家泰，想杀我们吗？你才看出来吗？我就是在耍你们。しっかり立て。この気違い野郎が！阿姐，姐，你会死的！老同学，我告诉你，我根本就没有打算签这个字。你再侮辱我，你再侮辱我们帝国军人！是，我知道，阿泰。你们也知道侮辱啊？啊！开枪打死我！向你们上级汇报，你们受到了侮辱。士可杀，不可辱。落ち着け。你们不配杀我。简家泰，站住！继续。各位长官，我知道个事儿。昨天日本人来之前进来那几个人里边有一个人，我之前在后院见过他，他以前专门来看望过孟万福一家。
他长什么样？他这儿有道疤。我是一直看他们家不太对劲。你说他一个厨子，老婆给田先生读书，他老爷子整天满口的知乎者也，哪像一个厨子他爹呀？可偏偏田先生还挺看重他。后来田先生不让他当厨子了，七哥走了以后，就提拔他当了跟班，让他到处跑，说是做生意，但不知道他在干什么。哦，出事之前，田先生还专门来了趟后院，跟他们家一起过了中秋。他说的脸上有刀疤的人，就是抗日锄奸团团长黄子明。看来田府上下和黄子明有联系的只有孟万福，是不是说明孟万福是军统的人呢？黄子明是谁？黄子明是张云奎的部下，过命的交情。那孟万福呢？孟万福也是张云奎的部下。张云奎是谁？87旅少将旅长，淞沪抗战时率众歼灭数千日寇，我儿子死得其所。你儿子是谁？张云奎。那孟万福呢？孟万福是我的儿子，张云奎、孟万福都是我儿子，他们都是抗战爱国的好男儿。这个疯疯癫癫的老头子说他儿子叫张云奎，那有没有可能孟万福就是那个少将旅长张云奎？张云奎，对，淞沪会战时违抗军令、生死不明的少将旅长。孟万福和黄子明熟了，黄子明的上线是铁树，所以说孟万福就是张云奎，也可能就是铁树。下一个，你就是孟嫂吧？是这样啊。这把剑是从你屋里搜出来的，你们怎么会有这把剑？你男人孟万福当过兵？他只是个厨子。孟万福，可你爹刚才说他的儿子叫张云奎。夫人，你没事吧？你没事吧？我没事。不是说要把我们分开什么？你怎么能进来呀？宪兵队那个马江天故意把我放进来的。他跟我说，怎么打个案子一定要有人背锅。但是现在那个黄子明跑了，他就拿着那把剑问我，你到底是万福还是张云奎？如果你是万福的话，你活不了；但如果你承认自己是云奎，那你对他们来说就还有价值，没准还能活。为什么呀？我也没有想明白，但是这至少是个机会。我现在就把云奎的情况都告诉你，你能记多少记多少，然后你就见机行事，好吗？这样看来，我的推测都是正确的。孟万福就是那个铁树。如果孟万福就是铁树，田府发生的一切就都能解释通了。军部要利用田家代，军统要利用田家代。对，本来铁树潜伏在田家极为安全。田家泰按照铁树的指示，
把机械厂拆分开来运出上海，结果被古川发现制止。田家泰左右为难，选择自杀身亡。王子明那帮人开枪射杀了古川之后逃走了，可孟万福没有跟着一起走，就是因为他的父亲还有老婆孩子都在田家，所以他只能装成厨子，蒙混过关。有道理。孟万福这个线索很重要，我需要把他们一家带回红果宪兵队司令部进一步审讯。我要求立刻办理相关引渡手续。我不同意，这不符合规矩。一个厨子，一个老爷子，一个女仆，能跟军统有什么关系？大金先生，田先生是法租界的人，发生了在法租界的凶杀，不能出了法租界审讯，否则租界的面子、里子都没了。齐斯菲尔路76号是越界筑路的地方，如果在特工总部审，就不算离开法租界了吧？这倒是个折中的办法。我看这件事儿就交给76号来处理吧。就这样吧。好，我们告辞了。我刚刚接到近期中组的通知，你们组已经并给76号特工总部了。你带这个案子过去吧。科长，那这个案子不就成人家的了吗？那他老婆怎么办？要不要先把他老婆放了，看他跟黄子明联系吗？我们放长线钓大鱼。你看着办吧。哎呦，送我来！打了个大胜仗，怎么还愁眉苦脸的？汪精卫在筹建伪政府，我担心未来的抗战局势会越来越严峻。我们在进攻日寇的三皇村的时候，何志远派了这个特务队想来袭击我们，好在我们人数够多，又有所准备，他们才没敢动手。他是不是提前勾结了日伪啊？老妈呀老妈，穿过了爱布罗河，矮矮的桑丘盘上太啰嗦，瘦马和夕阳，还有酒盔甲，过河。爱布罗河，滚滚的波，篝火旁的茅草花，城堡里有床和热茶。那江，那江，去挑战他心中的风车。那枪，那枪，掉到了心中最大的风车。那枪，去挑战他心中的风筝。那枪，那枪，掉到了心中最大的风车。